Hello，大家下午好，好久不见。大家吃晚饭了吗？现在5点多，应该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吧？我也还没吃饭呢。我马上要开工了，所以我要开始叫什么控制饮食了，所以就不太吃。今天和大家聊聊天啊，不要控制太多啊。哎呀，我这段时间胖了，最近胖了挺多的，胖了10斤，我每天就是醒来就是吃东西，然后吃完只要困了我就直接睡觉了，然后睡醒了就接着睡醒了又饿了，然后又吃。对啊，长痘痘了，因为吃了一些比较嗯带点油的东西，所以就长痘痘了，所以胖了10斤。然后过2天又要开工了嘛，所以我就要稍微控制一点点吧。大家昨天有发的看到那个温暖的房子了吗？我们在云南抚仙湖做了一个温暖的房子，到时候演唱会大家可以来玩啊。我5月份要开演唱会了，五一假期在云南开我们今年的2.0的版本的演唱会。因为我去年不是说那个3块地嘛，会重新搭建舞台。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舞台从去年还是已经开始去年就已经开始设计了，然后设计了很久了。对，到时候五一假期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演唱会上玩一下。之前我不是说要直播吗？所以就今天开播和大家聊聊天啊。感觉和大家很久没见面了。上次见面是在那个杭州那个重点是吧？重点快闪店里面见面的，吓我一跳啊！上次吓我一跳，我真的本来想说就是自己去转一转，打卡看一看那个店的，结果真的没想到竟然会那么多人，所以至于我都没带妆，纯素颜就跑到商场去了，一进去我都懵了，1层、2层、3层都全是人。演唱会期间也会给大家准备那个重点的，我们会有重点，刚好在户外嘛，会有文字啊什么的，到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下。怎么样？大家对那个设计还满不满意啊？对那个外包装什么的满意啊？哈哈！而且演唱会结束之后，还好像会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好像是美博会吧，好像是叫美博会吧。到时候会有自己的展台。但今天主要聊的是演唱会啊。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流程。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大家好呀。大家最近在忙什么呢？我们的火星乐园2.0也要马上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呀？从2021年开始做乐园模式的演唱会，这4年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地方，海口、烟台、佛山、贵阳，一起看了日出，还有烟花，也经历过暴雨，哈哈哈。今年我们火星的2.0终于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透露一些关于火星乐园2.0的内容。昨天大家有看到，我们这次在抚仙湖旁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温暖的房子。昨天大家也有看到关于温暖的房子的内容，有9间房，每个房间主题会和我的歌曲有关联，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些歌呢？哦，还真是啊，对，总共有9间房。它其实是一个类似民宿吧，啊、以前不是说要做民宿吗？现在真的做民宿了。
我记得几年前好像就说过啊，那时候是吴桐还问我呢，我说我要做民宿，结果真的做了。因为那个地方风景很美啊，抚仙湖风景很美啊，空气质量也超好，然后它有一个湖，刚好又在湖边，然后那个民宿可以直接看那个湖，很舒服。然后每一个房间呢，可能会有一个跟我的歌曲相关的一个主题，对，用我的歌的名字来命名的每个房间。有人说风之海，可以再大胆的猜一猜，还有别的呢。哈哈，向阳而生，疯人院。哎，疯人院挺有意思啊，可以把它弄得怪诞一点的那种感觉啊。疯人院，搞抽象。我们现在那个民宿还在装修呢，到时候，大家来演唱会期间可以去感受感受。而且民宿那里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咖啡厅，做了一个咖啡厅，悬崖咖啡，也会做一些主题，而且还会做一些餐。我看一下有哪些啊，比如说什么成语炒饭啊，然后呢，对，重点是还有夜间还有那个夜间可能也许会有一个小酒吧，大家如果成年的话，可以要想喝酒的话，可以小酌一杯。我跟演唱会的人商量，就是说我们在演唱会的期间，就是演出的演出的当天啊，就演出期间，对，演出当天这样，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环节，因为就是演唱会嘛，大家可能都在这个抚仙湖，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演出当天就不要那个民宿就不要营业了，就是我指的就是说啊也营业，就是但是我觉得换了个玩法，就是可能需要抽这个抽奖入住名额，只要你有那个火星演唱会的那个票，然后就可以抽演出当天，对。然后呢，如果抽中的话，你只需要花3块就可以住进去，当天。我年初不是说了吗？超过3块的项目就不要找我谈了，最多花3块，3块钱就可以住那个民宿。今年就是花3块，抽多少人啊？因为总共就9间房嘛，刚好3927哦，27也是我生日啊。至于怎么抽吧，到时候可以大家关注一下那个就是呃就是那个官方的那个温暖的房子的那个，哎是账号吧？对，到时候看怎么抽。一间房住1万人，好的好的，还得是你。演唱会玩什么游戏啊？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做这个演唱会，因为就是我们会做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其实这个是我们计划了很久的一个演唱会，就是最早的其实是我们那个乐园模式其实是我在18年的时候就开始计划的，然后想做这个乐园，然后呢，呃，就是我也是心血来潮，突然也不能说心血来潮，是我18年开完那个鸟巢演唱会之后，然后才想着说，火星演唱会已经开到了这个就是全中国最大的体育场，所以就
就在想说演唱会还要怎么开，然后就说那我就想说，如果再做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嗯极具有火星特色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呢，然后我当时最开始想的就是说我总说要欢迎回家嘛，每次演唱会都说欢迎回家，然后我就想那就要不然我就做一个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这种就是欢迎回家这个概念。然后我就想说打造一个属于我们火星的家，然后就，然后我就想，那家里面要有什么呢？要有吃的、喝的、玩的，然后就觉得，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地方，独属于我们火星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开演唱会那几年，在开演唱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2个团队，一个团队是专门做我们的火星演唱会的，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样子。然后另一个团队就是在全国去，就是全国各个地方去飞，然后呢去找地址，然后看看哪里适合。因为其实乐园演唱会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开乐园。因为首先它那个地址啊，呃，就是选址很重要。比如说，它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一块场地，然后呢，要能容得下那么多人，然后并且要容下那么多人的同时，还得考虑到它的交通啊，然后还有住宿啊，然后还得风景美，因为有些地方风景很美，但是它的交通很不方便。就是觉得大家去一次其实需要就很麻烦啊，就是那种因为风景好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在比较偏野的一些地方嘛，对，然后所以这个就其实选址其实挺难的，对，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一边在开那个乐园演唱会，一边也在去不断的去叫什么摸索，对，摸索如何去改进。然后一开始我跟就是演唱会的团队就是聊我的想法的时候，聊我的那个最终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挺就是挺难实现的，对，可能要花很多很多年来实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那从1.0开始做起，那做起，呃，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乐园版本，就是大家最早看到的那个21年的那个版本。然后在，然后这几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去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和改进吧。因为其实这几年来遇到了很多困难嘛，大家其实也也都有去过火星演唱会，其实有感受到，就是比如说天气啊，很难搞定啊，天气，户外嘛，然后尤其是下暴雨啊这些，就会或者是太炎热，其实也会很很麻烦，对。然后包括我们的节目内容啊，包括一些玩游戏的一些玩法啊，我们其实也都在精进，包括大家吃的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玩的一些游戏啊，都想不断的精进，让大家有好的体验。所以经过了这几年的巡演，感觉我们在这一块其实好像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再加上呃嗯就是大家来的这几次，这几年来那个乐园，可能也嗯慢慢也开始叫什么习惯或者适应了这种模式。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啊，就是但我肯定希望大家能够适应这种模式，因为想要这种如果呃天气好的话，可能会感觉会有个很好的体验。对，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天气的原因，然后我们就全国各地找，后来就决定就是这个云南的抚仙湖，因为我觉得那边四季如春嘛，
天气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就觉得那个再加上那个位置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就觉得挺适合把火星放在那里。这次呢，我们升级了，不光是叫什么地变多了，不光是民宿，最主要的还是演唱会的舞台，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舞台其实舞美我已经看过那个效果图了，我只能说非常震撼。对，我可以透露一下，就是基本上大家能看到的部分都可以，就是移动，就是哪怕很大的大件都可以移动，然后并且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很大又很高的一些元素和一些有点像我当时反正看完那个舞美，我就会觉得哇，这要是放在这里，会不会很像一个地标建筑？哦，大家有知道是吗？70米，对，你可以想象一下70米，70米高，其中有一个部分70米高。但我们现在因为这个70米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怎么讲？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那个，因为太高了，还在讨论要不要做那么高。注意安全，放心吧，因为这个安全这一块是我们是会做严格的这个测评的，对，所以是会保障安全的，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安不安全这个事情，安全肯定第一。会不会从天而降啊？这个我出场，这个我暂时先保密啊，因为这个等到时候大家来看演唱会就知道了。而且演唱会呢，我们会做，这次会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们会做2版歌单，对，双声歌单，对，双声，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透露这么多，就可以，我们会有2个版本，可以说这2天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2天的内容是2个版本，因为怎么讲，就出道也10几年了嘛，所以感觉每次演唱会的时候歌都就是有很多歌唱不到嘛，因为也发了不少歌啊，所以说就觉得又想多唱几首给大家，所以说就想说那就做一个双声吧，做一个双声的歌单给大家。然后我们还是有一部分是和之前一样，就是说我们白天会和大家一起做一些不插电的内容啊，然后再就是会跟大家玩游戏，对，玩一些游戏。晚上还是体验更多是等晚上天黑下来的时候，会有那个灯光啊，就可以出来效果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演唱会的一些那个内容，对，晚上会更嗨一些。白天我们就轻松的玩一玩，吃一吃东西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玩什么游戏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商量商量哎，因为比如说包括之前我们不是会在打打和平精英啊，打游戏啊，然后包括打麻将啊，然后包括我们还玩过飞行棋啊这些，然后也可以玩别的。海龟汤啊？你确定你们愿意玩海龟汤吗？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挺喜欢玩海龟汤的。海龟汤太猛了吧！
感觉海龟汤那些汤底都很猛啊。那我给大家玩一个海龟汤吧。啊，算了，还是别玩了，现在直播。那个海龟汤感觉都是那种什么，就是那些还蛮离谱的，就是那汤底。炖萝卜，萝卜炖，掼蛋，掼蛋我不会耶，你画我猜可以。我们还有那个，我们还有乌托邦呢，在乌托邦也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些游戏，你们尽管提吧，提想法，放心，我记着呢。3号干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是时间上比较充足嘛，那我会觉得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主题，因为我们其中有一块地是做的那个演唱会的舞台，然后呢演出场地，然后还有一块地其实可以做那个一个大型的乌托邦，大家可以在乌托邦里面玩，不是，并不一定是只有演出期间，可以在乌托邦玩，平时也可以去，因为我看大家不是经常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火星团建，对，我觉得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给大家专门弄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去团建呢？就是可以路演，对，火星的这个路演，我觉得可以专门弄一个地方让大家去路演玩啊，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个舞台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唱歌啊，就是除了演唱会期间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跟大家玩，这样做一些主题，比如说某一天休息，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可以在乌托邦玩点什么。比如说，我之前有想了一些想法，当然我们是讨论啊，我们一起讨论讨论。今天是个开会嘛，可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之前想说，要不要做一个那种，大家不是每次路演会有人上去唱歌嘛？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那种唱歌比赛之类的？然后通过什么方式来去投票啊？这样。然后比如说，如果唱得好拿冠军的话，是不是可以在火星演唱会的当天我们可以一起合唱啊？可以当火星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我是初步想了一下，就是这种想法，我们一起讨论啊。火星歌手大赛，对啊，因为我平时演唱会我也除了左立没有请其他的嘉宾啊，这要请嘉宾上台的话，那应该留给火星人啊。哎，火星厨艺大赛也挺好的，那这个谁当这个厨艺的评审呢？不会是我吧？那我得吃成什么样子？吃不下，或者你们可以自己投票，对不对？大家比如说做饭啊，可以一起就是分享，大家一起吃，这样我可以浅尝一下。但是每个人做的饭，我一人浅尝一口，我也吃不完，太多人了。要不要做我们火星自己的漫展啊？比如说平时，因为我看每次火星演唱会的时候，我有看到有很多火星人都穿着 cosplay 的这种服装啊、造型啊，对不对？还不如我们专门，反正就是平时不开演唱会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要不认真的做一个这个漫展，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喝酒大赛啊，那这个容易伤身体啊，拼酒太伤身体了，而且未成年人又不能饮酒。手工大赛，手工也挺有意思啊，我们手工做一些工艺品啊什么的，哎，也挺好的。画画、调酒、麻将大赛，拼一个那个确胜是吗？火星运动会，哎，运动会也挺有意思啊，大家可以一起运动运动嘛。但是那个就是
抚仙湖好像它的那个海拔是有一点点，也不是很高，但是就是可能到了那里稍微可能需要1天的时间或2天时间来适应一下，因为怕运动的过量的话容易有高反，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高反。查一下，好像是好像是1700多米吧，就不是很高的那种，但也可能有些人身体可能也许会还是会有点不适应，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运动可能要稍微适量一下哦，因为到那里不一定能那么快适应。我还有点担心我在台上那个会不会就是有这个高反，因为本来唱歌的时候就会很耗那个气，就需要有气息嘛，然后再加上我有时候在台上就是动作太多了，也挺耗体力的，唱一首歌像跑了800米一样。双声歌单的话，应该具体的日期可能要后续再慢慢去公布这个事情。双声歌单暂时先保密，但是有双声歌单。新歌的话，反正写了几首，然后至于后续，可能慢慢会跟大家见面吧。但是新歌今年我还在想，我不是，哎呀，我想放在后面一点再弄。我这一大段时间其实主要还是思考的东西会比，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思考，因为创作也是需要有主题的呀。篝火晚会，篝火晚会可以，或者我之前有说，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可以做这种，比如说看日出啊，或者我们一起露营啊，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篝火晚会不安全，这个得到时候结合当地来看，然后我们争取吧。但是如果说确实会有风险的话，那可能因为人毕竟太多了嘛，但是可以做别的，比如露营之类的，一起看日出啊，或者是看星星也可以。因为那个云南它的那个海拔不是偏高一些嘛，然后所以它那个星空是很好看的，我觉得这是比较特色的。火星喜剧人大赛，火星都有很多人抽象什么，我感觉好像火星没有那么抽象啊，大家好像都还挺，感觉火星的那个好像 I 人会比较多，感觉总觉得火星很多，大家都很含蓄，可能是平时不抽象，回到火星就可以抽象了。我也是，回到火星就变 E 人了。看看还有什么流程。我们这次的舞台有很多组可以自由移动的巨型装置，到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然后这一次的延伸台也特别特别长，到时候大家可以现场来就能看到了，应该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如果大家到时候拍照，估计得用广角拍，不然拍不全，哈哈哈。这次的歌单也是全新的歌曲编曲，整个演出风格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歌单我也会在接下来2.0的演出里慢慢揭晓给大家。哦，抚仙湖附近还有那个什么蓝莓基地，可以那个采蓝莓吃，吃蓝莓，蓝莓。到时候看大家想玩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投票啊，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大家想去做的。然后我也想和大家一起玩，就比如说去乌托邦啊，在乌托邦里面玩。感觉这几年，在这个火星演唱会上，然后和大家经常见面，感觉大家都已经适应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慢慢的培养，建立我们的这叫什么习惯，对，培养我们之间的这个默契。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武汉的时候，那一次好像是没有跟大家商量，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去武汉的那个我们学校附近去
买吃的，然后我记得当时遇到了很多的歌迷，然后大家很给我这个空间的，让我自己去玩，自己吃，自己逛。我看到大家遇到我都躲起来了都。其实我觉得还好，不一定非要不用躲，但是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也想自己逛一逛嘛。如果要是嗯，如果就是被围着都围着的话，我就没办法去玩了，因为我想和大家一起玩，比如说乌托邦啊，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火星人在乌托邦里面玩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去玩，比如说我也想去看大家路演，听大家唱歌这样。但我觉得到时候可能需要大家适应一下哦，就是就适应一下，因为我怕我一去了，然后大家全围上来之后，你们都不自己就是都不去体验乌托邦的一些吃的喝的了，就都跑去围起来了，这样那样的话我主要还是想给大家一个好体验，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去了影响到大家体验的话，那我可能也会有点觉得这样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一个体验。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的去相互培养默契，而且这么多年，我感觉也还算，我觉得还算比较好的，很舒适了。我已经多见面，对啊，多见面，因为这几年见了很多次嘛。互黑啊，可以啊，互黑啊。准备什么互黑啊？那我可以想想。互黑重点，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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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是你啊。糊面包，互黑糊面包，我我我不会做糊面包啊，问题是，我做面包还挺好吃的。互黑 Pepper 不能互黑，我不允许。Pepper 得去演唱会打工，放彩带，放彩带不是我们火星演唱会的一个标配吗？哎，我也想 cos 哎，到时候看看可以 cos 一个什么动漫人物，好玩一点。cos 花傲天，花傲天我好像 cos 过了呀，奥特曼也不是不行。夜神月有什么好 cos 的？他不就他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样子吗？哥斯拉，哥斯拉，好的，叫什么怕？小时候最怕什么？长大就战胜它。我可以想一想，到时候看看，大家也可以玩一玩，一起坐火星漫展。哎，你们是不是要抢票了？金融开票啊，还有1个小时啊。OK，最近天气变好了，很适合出去骑行啊，转转啊。春天啊，春天可以多出去转转。我准备去弄一个叫什么自行车，然后可以去，感觉在那个抚仙湖的湖边骑车应该挺舒服的。我也要抢票吗？我我我抢过几次，每次都没抢过啊！我早就放弃抢票了，真的抢不过，真的抢不过，我怂了，太难抢了，不要怂，一起上。不是我玩那个抢票那个真的，不是很会玩，每次就是抢的时候看到那个很难，反正因为点进去了，然后他还要，我忘了还要怎么弄来着，反正那个流程挺难的。野餐可以，福建湖可以野餐。我怎么又困了？因为我这两天作息有点太早了，就起来太早了。我凌晨4、5点就起床了，然后起来之后就喝点茶。反正这两天作息是这样的，然后吃东西，然后吃完了又困，困了之后我就会又睡会儿，然后起来之后又饿了，饿了之后又吃，吃完之后又睡。我今天早上起来没有睡觉，我4点多起来，然后到现在还没睡呢，因为我今天没有吃东西。小猪作息，好的好的。小猪作息怎么了？好不容易休息2天，还不让我过一过这种极度放松的这种生活？没关系，瘦的也很快，胖点好，可以啊。
那我等会儿吃点东西，我可以吃碗粥再睡觉。那接下来之后，我们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留言。今天我已经收到大家很多的讯息了，我之后也会跟演唱会的团队也会讨论一下，玩哪些游戏可以都体验一下，包括平时不演出的时候看可以做点什么。OK，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在网上面然后讨论一下，随时补充，我们一起，因为火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乐园，也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我觉得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怎么把这个家弄得更好玩一些。OK，啊，亲一个，这个不是应该放在演唱会上的吗？哎呀，这个算了，这个留在演唱会上吧，回家比较好一些，怪不好意思。放在火星演唱会吧。啊，拜拜。那我下播了，我们火星演唱会见了。我下播了，拜拜。祝大家抢票成功，我们5·1火星演唱会见了，拜拜，下了。